在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林阳博士是没有想到，在新西兰这个 OECD 成员国家，还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拯救 Grace， 被绑架到新西兰奴役的儿童。于是，顺着这条新闻搜索下去，林阳博士发现，竟然有一条已经存在并且还没有完全根除的，从中国到新西兰绑架奴役儿童的产业链。首先，有本地主流媒体报道的这条新闻的内容是，一名13岁的华人女孩最近在新西兰获救，没有信息透露她是从何处如何得救，但一位参与了救助的社工披露了儿科医生对 Grace 的检查结果，她全身遍布35处伤痕，严重低于正常体重，卫生状况很差，还有头虱。根据各种伤痕推测，有人使用武器多次重复暴力伤害她。这名经验丰富的儿科医生表示，女孩身上有的伤痕，她是第一次在这个年龄的孩子身上看到。她的精神状况也很差，如果没有获救，她很有可能会选择自杀。在 Grace 被解救后，2名和她同住在一起的成年人目前已经被定虐待儿童罪并关押。社工们表示，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他们接触到的儿童被绑架到新西兰来，并且被奴役，而他们在新西兰从事的主要劳作竟然是种植大麻和马戏团表演。那么，他们究竟来自哪里？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进入新西兰，并在这个公认的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从事并不是那么隐秘且明显带有剥削性质的职业呢？这是一个在新西兰已经存在了10多年的马戏团品牌 Zerka。2021年，由于一部内部人员的爆料 ，Zerka 停止了在新西兰的运营。这名内部人员接受了新西兰主流电视台的采访，其曝光的内容让人无法相信。这一切竟然发生在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孩童的天堂的国家。他说，马戏团里年幼的孩子像被奴隶一样对待，这些孩子年龄最小的11岁，在马戏团里进行着夜以继日的训练，稍微做得不好就会被威胁要送回中国。So horrible. 除了演出、搭建和拆除演出布景的这些工作，这些孩子们也得干。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孩子们住宿的大篷车没有按时到达，当晚马戏团老板就让他们直接在卡车拖车上过夜。这是新西兰儿童部向当地媒体提供的照片。They were treated like slaves. 后续的报道中，这些孩子们的健康状况被严重损害也得到证实。一个11岁女孩在刚到新西兰就在演出中折断手腕，虽然得到了紧急处理，但仅仅2天后就又被要求上台演出。还有一些孩子在身体检查时已经患有严重哑病，必须紧急处理。他们中在新西兰最长时间的已经待了4年，这里的安全措施完全没有保障，正规的安全评估已经是几年前的了，而一些老旧的设备仍然在使用当中。这位爆料人称，曾经向安全生产部、青少年家庭中心这类组织举报过，但竟然毫无结果，而当时的马戏团经营者更否认了一切。但实际上，2021年1月，新西兰安全生产部曾2次向这个马戏团发出了禁令，禁止他们使用现有的帐篷和机械设备。来自安全生产部的官员曾到现场勘察，对这些儿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表示出了担忧。他们认为，对孩童来说，很多条件都是不恰当的，并且这些儿童的工作状态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电池驱动的母鸡。但是，安全生产部门能做的也仅仅是规范他们的工作环境，因为这些孩子竟然是持有正规工作签证入境。这种类别的签证叫做娱乐工作签证 （Entertainment Work Visa）。这是在新西兰移民局官网上查到的关于此类签证的说明，要求申请雇主必须向新西兰有关部门咨询，获得指导后才可申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关部门的措辞就非常熟悉？林阳博士也试着上网去搜索了新西兰的这个 Entertainment Union， 搜索结果也非常让人困惑。这种含糊的表述并没有界定什么样的部门才具有指导的资质，而最后要提供的材料也是来自有关部门的一封推荐信而已。那么，如果雇主对是否挟持、虐待儿童含糊其辞，这个抽象的有关部门又何从调查真伪呢？而且，通读这类签证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提出禁止或者限制未成年人持有该签证入境。这篇报道发出的时间是2022年12月。在报道中，当时的移民局长就已经明确表示考虑修改签证，
而时隔3年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无论是否修改过，都很难令人满意。此次马戏团风波后，6名未成年人被送回了中国。那么在源头中国，对这些杂技儿童的保障又是如何呢？他们的父母又是怎么允许他们就这样被送出国工作呢？马戏团的拥有者仙妮侯在风波中被推上风口浪尖。2019年，他作为华人创业者的正面案例被新西兰主流媒体报道。他成长在马戏团之家，本身也是技术精湛的魔术师。20多年前，他作为留学生来到新西兰，后来便留在了新西兰，开启创业之路。这本应是个励志的故事，没想到在中途变了味儿。珍妮侯来自中国的杂技之乡吴桥，吴桥杂技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而杂技演出的传承遭遇困境，已经是当地多年来心照不宣的事实。杂技训练太辛苦，吴桥本地的孩子几乎都不再从事杂技行当，招生难是近几年整个行业的普遍现象。于是，杂技团开始去往周围贫困的村镇，寻找生源的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南省份。一家吴桥当地杂技团网站的招生启事就明确提出，面向厌学、逃学、辍学的留守儿童、问题少年以及贫困儿童招生，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后自食其力。按照中国的有关规定，杂技团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招不满16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但是要保障这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大部分的杂技团是个人经营，有的训练甚至在家里进行，很少有人重视文化教育。就这样，一些孩子稀里糊涂进了杂技团，又稀里糊涂地被送出国，而到最后回国，他们恐怕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像奴隶一样被贩卖和剥削了。现在在网上已经很难查到 Jenny Ho 和 Zeka 马戏团后续的消息，但就是这次事发前，这个马戏团已经在新西兰运营了13年的时间。那么新西兰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这些未成年人呢？实际上，新西兰是有很严苛的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的，比如法律严格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从事上学的时段，也就是早上9点至下午3点，以及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之间的工作。但在虐待儿童的案件中，难点是如何对施害人定罪，因为要对施害人定罪制裁，主要依靠受害人的证词。律师解释道，和成年人被剥削和被性侵不同，儿童往往是在没有意识到这是自身权利被伤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往往被诱骗、被欺瞒、被迫使，认为大人要他们做的是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这种胁迫是很难被辨识出来的，甚至在公众场合，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发生了激烈冲突的场面，比如电影里那样的劫持，这个孩子才是被胁迫的。而事实往往是，大人都不必使用明显的暴力，仅靠语言或态度都可以让一个孩子乖乖听话。大概因为如此，我们才在2025年4月再次看到来自中国的一个女孩 Grace 被凌虐的事件。这种事件上的每一环似乎都有自己难以言说的苦衷和两难的境地，但这代价不该由一个13岁的小女孩来承受。